好戴着的话筒的阿拉斯加翩翩，听到这首熟悉的 OST， 你们是不是瞬间穿越回了2016年冬天？没错，从本期视频开始，翩翩将带大家重温韩剧经典《孤单又灿烂的神》鬼怪。韩国人说的鬼怪和咱们说的鬼怪不太一样，准确的说，他们其实是由人类日常使用的东西幻化而成的一种精怪，尤其是沾染了人类血液的物品，变成鬼怪的几率则会更高。本剧的男主是韩国古代的一名将军，为人正直、忠诚、勇敢，深受百姓爱戴，被尊称为武神。可将军某一次战胜归来，年轻的王听信了奸臣的谗言，以为将军要谋反，要将军束手就擒。将军想和王解释清楚，可王却在奸臣的蒙蔽下，十分畏惧将军，不许他再靠近一步。将军全家命丧黄泉，连身为王后的妹妹也中箭身亡。他无力再去辩解，便决定让身边仅剩的将士送自己最后一程。奸臣替王宣旨，任何人不得为将军收尸，任他扑食荒野，被野兽分食。但神感受到了将军的执念，让将军的灵魂附在了染血的宝剑之上。从此，将军就化为了鬼怪，获得了永生。几百年过去了，鬼怪已经变成了西装革履的帅气欧巴。他一出场就帮助了一个被继父家暴的少年。鬼怪好心告诉少年下一场考试的答案，又劝少年千万不要轻生，好运还在后头。请各位记住这个少年，也记住鬼怪心情好的时候经常助人为乐。又过了几十年，在韩国街头，一位摆地摊的老奶奶正在给一个女人讲述鬼怪的故事。鬼怪长生不老，法力无边，可却要承受无穷无尽的痛苦，有且只有鬼怪新娘能把他胸口的剑拔出，也只有这样，鬼怪才能死去。女人觉得鬼怪太惨了，奶奶却提醒她别操心别人了，有危险的时候一定要诚心祷告，不管什么神明听到都会及时相助。老奶奶为何会发出这样的忠告？原来女人是个被渣男抛弃的未婚妈妈，奶奶不免担心她和她肚子里孩子的安全。这个女人和鬼怪肯定有关系，但二者的命运什么时候才会产生交集呢？除了鬼怪之外，本剧还有一位超自然生物。只见地狱使者一袭黑衣，英俊潇洒，可惜他长得再帅也没用。地狱使者相当于咱们神话里的黑白无常这种阴差，一般只出现在死人面前。丧命的不是司机大哥，而是他后备箱里的年轻女性。地狱使者4个字有点多，而且剧里的地狱使者其实不止一位，咱们就管眼前这位叫阿史好了。按照常规流程，阿史先宣布了死亡时间，再请死者喝下孟婆汤，进入下次轮回。每个死者都有专属的汤碗，看看阿史的收藏，就知道他是地狱的老员工了。这里有趣的是，鬼怪和地狱使者的缘分竟然比鬼怪新娘还要早，他们隔墙相望，彼此都看不上对方。既然地狱使者都简称阿史了，鬼怪也改叫阿鬼好了。阿鬼回到韩国人的家中，陪伴他几十年的老管家年事已高，准备过几年让孙子德华顶上。而德华的长相让鬼怪想起了初代管家的孙子，但是他成为鬼怪以后第一个陪在自己身边的人。德华8、9不离10，就是那个孩子的转世。回忆由此接踵而来，鬼怪想起死而复生的那一天，他回宫和妹妹道别，徒手杀了奸臣，便带着男孩乘船远行。可偏偏有不长眼的海盗非要找阿鬼的麻烦，这一段明显是为了展示鬼怪的实力。请大家收看番外篇《加勒比海盗6：鬼怪发飙》。镜头回到现在，几百年过去了，阿鬼早已不像当时那么冲动，可他善良勇敢、乐于助人的本性并没有变。这天，鬼怪在天台无限畅饮，忽然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。求救的人正是开场出现的未婚妈妈。她刚刚出车祸，肇事司机逃逸，所以她只能听奶奶的话，一遍遍祈祷，希望神能救救她的孩子。鬼怪不知道，他一直心软不要紧，不仅耽误了地狱使者阿史按时交差，还给自己求来了一段姻缘。女主恩卓就这样有惊无险的出生了。8年后，恩卓打算和妈妈一起庆祝9岁生日，母女俩点好蜡烛。可恩卓说着说着话，却发现妈妈不对劲。也许因为恩卓没有按时死去，也许因为她是鬼怪新娘。总之，从出生起，恩卓就能看到鬼魂。不过他从没想过，有一天需要这个能力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。虽然多活了8年，妈妈还是去世了。她的尸体在附近的医院，灵魂却来到了女儿面前。妈妈叮嘱恩卓，以后千万不要和鬼魂对视，怕女儿受了伤害。恩卓却感谢这个能力，让他有机会和妈妈道别。因为妈妈在自己生日这天离世，小恩卓从此下定决心，再也不会吹蜡烛许愿。接着，他刚走出家门，要去医院认领妈妈的尸体，就撞见了来上夜班的地狱使者。阿史认出恩卓是那个不该出生的孩子，这就要带他走。幸好妈妈临走之前求老奶奶照顾一下恩卓。奶奶不仅能和地狱使者谈条件，还知道恩卓不在生死簿上，死亡档案记录的原死者是个没有性命的婴儿，所以恩卓有了名字以后，自然不能按原来的流程登记。阿史不敢违规，只能看在奶奶的面子上放了恩卓一马。奶奶这么神通广大，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她就是保护孕妇和孩子的三神奶奶。
在他眼里，地狱使者也不过是个孩子。随着奶奶变成性感美女，时间也过渡到了10年后，安卓已经是高3的学生，可他过得并不好。首先，他小时候的大双眼皮没了。由于安卓能看见鬼魂，他遭到了同学们的排挤，还总是被鬼魂纠缠。幸亏有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吓跑了女鬼。安卓如今和哈利波特小时候一样，寄居在阿姨家，日子自然过得不好。阿姨和表兄妹天天对安卓呼来喝去，抚养他也不过是为了拿到安卓妈妈的保险金。可阿姨收养安卓那天，就拿走了安卓妈妈仅剩的遗产，安卓手里压根就没啥保险金。今天是安卓的19岁生日，却受了一整天的委屈。他久违地为自己买了生日蛋糕。由于妈妈在自己生日那天去世，所以他从不过生日。这是安卓10年来第一次许下生日愿望：第一，找到兼职赚钱；第二，阿姨一家不要再折腾他；第三，最好有个男朋友。너야？安卓记得那次擦肩而过，以为阿鬼只是普通的鬼魂。阿鬼则很奇怪，安卓竟然可以随意召唤他，一直大眼瞪小眼也不是办法。安卓拿过鬼怪手中的荞麦花，想知道荞麦花的花语是什么。阿鬼不情愿地回答：恋人。安卓便解释道：今天是他的生日，如果可以，他想要这束花当做生日礼物。阿鬼想着来都来了，就顺手帮安卓实现3个愿望中的一个：兼职、男朋友、讨厌的亲戚。解决哪个好呢？阿鬼让安卓近期去炸鸡店面试，保证马到成功。저기요 제 남친은요？莫名其妙的当了一次阿拉丁神灯，阿鬼又在家里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阿史，这是咋回事呢？还得怪德华不靠谱，爷爷怕德华不履行管家的职责，就停掉了德华的信用卡。德华是名副其实的花花公子，兜里没钱，竟然要了他的命，于是他就打起了歪主意。反正鬼怪正打算出发去找鬼怪新娘，按从前的规律，鬼怪一走就要20年，于是他背着鬼怪把房子租给了阿史，听上去特别像浪漫满屋的套路。只不过德华也没想到，鬼怪现在还没启程。目前阿鬼是房子的房主，阿史交过20年房租，两个老妖怪谁也说不过谁，无奈之下只能开始同居生活。另一边，安卓面试了好几家炸鸡店，却都以失败告终。偏偏这时候，路边的垃圾桶突然着火，安卓着急灭火，不停地用嘴吹，谁成想再次叫来了鬼怪。不仅是实体火苗，哪怕是用蛋糕 APP 吹蜡烛，阿鬼也会出现。安卓知道眼前的大叔不是人，但他又有影子，肯定也不是鬼。因此，安卓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：大叔是鬼怪，而他也有一重奇妙的身份。전 도깨비 신부거든요。安卓从小就能看见鬼，由于自己背上的胎记，所有的鬼都叫他鬼怪新娘。阿鬼找新娘找了几百年，自然不会轻易相信，便问安卓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什么。可安卓却表示，在阿鬼身上看不出啥特别的。阿鬼自然认为他并不是自己的新娘，能看见鬼也不过是没有按时投胎的后遗症。鬼怪转身离开，安卓不甘心的追上。令鬼怪没想到的是，安卓竟然能跟着他穿过任意门，来到了加拿大。出门即出国，常人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安卓从小到大，别说出国了，连出城都很少。既然鬼怪有这种超能力，那必须赶紧抱住对他大腿。맘먹었어요제가。 뭘？ 사랑해요。圣诞节快到了，加拿大的大街小巷充满了节日的气氛。安卓兴奋的四处撒欢，还从鬼怪手里抢了一片飘落的枫叶，说是一起捡到飘落枫叶的人会拥有爱情。鬼怪不理解安卓的少女情怀，陪着安卓转了一圈，就要去墓地给猎人管家扫墓。安卓在墓地附近发现，在德华的祖宗们之间还有一个没有墓志铭的墓碑，就属于鬼怪。墓碑上只有去世年份，没有出生年份。看来鬼怪为了隐姓埋名，旅居世界各地，换过许多身份。而加拿大的墓碑也许只是鬼怪的一段旅程，1801年也并非他真正的忌日。在加拿大度过的时光就像一场梦，两人跨越任意门回到韩国后，安卓还总是想起在加拿大的美好时光。可阿鬼却百思不得其解，连地狱使者都无法跟随他穿过任意门，安卓一个人类是如何做到的？阿史自尊心受挫，又要加班，碰上一对夫妻因男方酒驾双双身亡。在中转站，使者让女方喝下孟婆汤，尽快转世。男方则没有喝孟婆汤的资格，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酒驾。10几年前，就是这个男人撞了安卓的妈妈。按照规定，男方会留在地狱赎罪，而鬼怪比男人还惨，他要一直承受着中箭穿心带来的痛苦，永远无法解脱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安卓碰到一位性感美女，没认出美女就是当年帮过他的奶奶。奶奶这回是受安卓妈妈所托，偶尔给他送点饭菜。安卓莫名其妙的收到了美女送的菠菜，顺手给一家人做了紫菜包饭。接着，表妹发现了加拿大旅游宣传册，立马向阿姨告状，怀疑安卓要逃到国外。阿姨正愁没机会教训安卓，拿着宣传册就要对安卓动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表妹切紫菜包饭时切到手指，表哥吃了紫菜包饭，噎得不断咳嗽。看来是奶奶的菠菜起了作用，替安卓收拾了可恶的亲戚。
此处有个小典故，三神奶奶作为孩子们的守护神，韩国人在供奉她的时候，常用带有叶子的蔬菜做三神餐，而三神奶奶分享的菠菜也属于三神餐，只有恩卓的直系亲属可以吃，表哥表妹不算直系亲属，遭点罪也是理所应当。次日，恩卓又去了一家炸鸡店面试，门店老板森尼直接录取了恩卓。这家店钱多事少，除了没客人，哪里都好。恩卓下了班就想和阿鬼分享喜讯。 阿鬼很无语，但又拿恩卓没办法。为了下次见恩卓能展现出完美的一面，阿鬼让阿史当参谋，一晚上都在表演奇奇鬼鬼，换了好几种造型。阿史被阿鬼折磨了一夜，满脸黑眼圈，必须报复回来。韩国有一首和鬼怪内裤有关的歌谣，总结下来就是鬼怪出了名的不洗内裤。阿鬼被阿史怼得无力还嘴，躲起来生闷气。而鬼怪还有个超能力，他一旦心情低落，整座城市都要跟着流泪。下雨导致本来空无一人的炸鸡店变得更加冷清。 三弟特别潇洒，既然没客人，他就让恩卓随便翘班，且店里有伞，恩卓拿走就不用再送回来了。恩卓心里一阵感动，往常他最讨厌下雨天，就是因为阿姨只让表哥表妹用伞，他只有淋雨的份儿。现在恩卓终于也有自己的伞了。三弟在贸易去算命，神婆神神秘秘的劝三弟一定要小心戴黑色礼帽的男人。戴黑色礼帽的男人，除了地狱使者还能是谁？可地狱使者戴上礼帽就会在人间隐身，三弟该怎么小心他呢？他们二人会发生啥故事？咱们按下不表，成疑。 另一边，阿史又要上夜班，这次要送走的人居然是恩卓。恩卓此时苏封好加拿大枫叶，正要送给阿鬼，可当他吹起火苗，等来的却是地狱使者。难道恩卓这条小命终于要被老天回收了吗？ 괜찮아, 그냥 있어. 너 못 데려가니까. 좀 전에 10년 동안 날 찾고 있었다. 그래도 100년을 널 찾고 있었어도 그래도. 阿鬼善心大发，就算恩卓不是自己的新娘，他也要救下恩卓。阿鬼在恩卓面前承认了自己是鬼怪，然后又冷淡的表示自己保得了恩卓一时，保不了他一世。恩卓要做好投胎的准备，而他也即将去远方寻找真正的新娘。恩卓不想相信鬼怪的说法，他去书店查阅与鬼怪相关的资料。这时，一个小女孩递给他一本五颜六色的鬼怪。童话故事里哪有什么有用的信息？恩卓越看越生气，随手把枫叶塞进儿童读物，放回书架。 圣神拿走了儿童读物，咱们也不卖关子了。从衣袖上的图案不难看出，拿走枫叶的就是德华。可德华为啥会在恩卓出现的地方出没？知道的小伙伴请不要剧透，咱们一起往下看。阿鬼拒绝了恩卓，自己也一蹶不振，家里是一片愁云惨雾。德华恨铁不成钢，不就是伤害了小姑娘，不知道咋道歉吗？以他多年泡妞的经验，这时候就该拿出老爷们的气势来。还好阿鬼没听德华的馊主意，他和阿史一起出门找恩卓，而恩卓正和鬼魂孙之祖咨询，她到底是不是鬼怪新娘。 其中一个婆婆告诉恩卓，如果不是鬼怪当时救了恩卓的妈妈，恩卓就不会出生，也不会和妈妈一起生活到9岁。所以不管恩卓是不是新娘，鬼怪都是他的恩人。但恩卓还没来得及跟鬼怪道谢，阿姨被放高利贷的流氓缠身，不惜坑外甥女儿，让流氓们去找恩卓要妈妈的保险金。恩卓刚放学就被流氓绑架，流氓翻遍了他的书包，发现里面分文没有，于是逼恩卓说出保险金的下落。 表示恩卓如果拿不出保险金，就把他撕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恩卓背上的胎记起了作用，将危险信号传递给鬼怪。鬼怪中一直被模仿、从未被超越的名场面终于上演了。流氓们想快点逃离这片黑暗，可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瞬间被鬼怪分成2半。随后，阿史篡改了2个流氓的记忆，恩卓的危险顺利解除。可阿鬼认为事情没完，他必须搞清楚是谁让恩卓身处险境。德华难得办了件正事，调查出恩卓19年来的人生经历，提到阿姨家为了保险金一直欺负恩卓，阿鬼肯定要替恩卓报仇。他预料到阿姨一定会翻恩卓的抽屉，就隔空往恩卓的柜子里放了2块金条。 阿姨和表兄妹看见金条，眼睛都直了。他们想把金条卖了换现金，可又说不出金条的出处，毕竟这些金条都是有编号的。阿姨从非正规渠道拿到的金条，根本不能进行交易。金店老板当场报警。这样一来，阿鬼就帮恩卓实现了第2个愿望，让讨厌的阿姨一家消失。花开2朵，各表一枝。阿鬼看到电视上的男爱豆触景生情，想到王处死他时也只有17岁，而鬼怪在1天中阳光最好的正午被处死，心中积攒了千年的愤怒。如果王顺利投胎转世，不管现在是第几世，应该就是17、18岁的年纪。阿鬼心里这么打算：如果王投胎成了男爱豆，他就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；要是投胎成了女爱豆嘛， 나 용서할 준비가 된 것 같아. 而阿史很不给面子，直说除非鬼怪触摸到本人，否则很难确认谁是王。接着，阿史到医院上班，这里聚集了一群同事。先是一名美女使者出现，吸引了男同事们的目光。
接着又有同事转告阿史，上头要求他年底前上交遗漏死者的名单，地狱高层要重新分组管理。阿史点头答应，随即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大家以为阿史来医院带走的一定是病人吗？医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尸体被推走，并没有太过悲伤。而他临走前最欣慰的是，他抢救的那位患者活下来了。另一边，尽管恩卓下定决心再也不打扰鬼怪的生活，可他还是忍不住回想和对方相处的时光。恩卓想找回枫叶，恰好碰到德华来退书，他忍痛斥1万韩元巨资买回了儿童读物。还好森尼人美心善，按周发工资给恩卓，让他能维持正常的生活。恩卓拿了工资，赶紧献殷勤，给森尼烤鱿鱼当下酒菜。可恩卓不小心把鱿鱼烤糊了，他吹灭火苗，又召唤了阿鬼。来都来了，恩卓想问问阿鬼到底需要他看见什么，才能确认他是鬼怪新娘。阿鬼没有明说，只给了个提示，他身上有没有看起来能让人很痛的东西。见阿鬼卖起了关子，恩卓也没有直言自己到底看见了什么。阿鬼回家以后还在回忆刚才和恩卓的约会，看来这是陷进去了。德华突然跳出来表示，他也想当酷酷的地狱使者。不对啊，德华怎么会发现阿史的身份？这都怪两个老家伙聊天，根本不避讳德华，还经常互相称呼鬼怪和地狱使者。原来只有前世犯下大错的罪人，死后才会沦为地狱公务员，负责引渡普通人转世投胎。只有达到和罪行相当的 KPI， 地狱使者自己才能转世。随后，阿鬼承诺他后天就要离开，劝阿史拥有了房子就别来找恩卓的麻烦。几天后，阿史路过天桥，地摊奶奶留住了他的脚步。在奶奶人为制造的光线下，阿史注意到了地摊上的翡翠戒指。没想到买个戒指还能遇到缘分。森尼见阿史长得挺帅，非要用戒指换阿史的手机号。可地狱使者从来不用手机，阿史一时心动加心急，只能让森尼留下戒指和电话，还发誓一定会联络对方。而此时的地摊奶奶表面上是性感美女，在镜子里却依旧满脸皱纹。她催促二人快点付钱，他们会为这枚戒指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奶奶，咱磕 CP 可以接地气，但不能接地府啊，都得付出惨痛的代价了，为啥非要促成他俩相遇呢？与此同时，阿姨一家突然消失，房东要转租房子，恩卓又陷入了无家可归的窘境。接着，他被同班同学举报在校抽烟，班主任也是老势利眼了。他在恩卓包里发现了打火机，也跟着冤枉恩卓抽烟。恩卓受了委屈，再一次到海边独自伤心。阿鬼进出任意门好几次，终于找到了恩卓。对了，鬼怪和地狱使者一样，对现代文明了解不多，也没有手机。恩卓向阿鬼倾诉，他人许多鬼魂说过，地狱使者在引渡灵魂的时候，常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4个章节。播种的人生、浇水的人生、收获的人生和享受果实的人生，而他的人生一直在第1、2章，好像总是享受不了生活。说罢，恩卓没再自怨自艾，反倒把当初在加拿大捡到的枫叶送给了鬼怪。阿鬼心疼恩卓，可也只到心疼为止。他明天就要踏上旅途，这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阿鬼想和恩卓正式道别。明天到来之前，阿鬼和阿史忍受着最后的2人世界。不过意外比明天先来，门铃响了，吓了2个社恐一大跳。要知道，德华和爷爷都有钥匙，鬼怪家的门铃几十年来从没响过。按门铃的就是恩卓，他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留住鬼怪，留住他背对生活中唯一的幸运。他下定决心承认，他可以看见鬼怪胸口的剑。其实第一次见面，恩卓就看到了中箭，可那时2人也不熟，出于礼貌，恩卓并不想过分在意鬼怪的异常。后来阿鬼一直没说清楚剑存在的意义，导致恩卓又怕看到道剑，阿鬼会立马娶她，或者自己也变成鬼怪，所以直到现在他才敢说实话。阿鬼心中又庆幸又难过，他庆幸恩卓真是他的新娘，难过的是恩卓拔出剑的那一天，他就必须去死。阿鬼赶紧找阿史商量对策，好不容易能死了，咱还有点舍不得呢。恩卓哪知道阿鬼的困扰，他现在无处可去，特别想入住阿鬼的家。阿史举双手赞成，恩卓在他眼皮子底下生活，也方便自己就近干活。阿鬼不忍心恩卓流落街头，但又不敢告诉恩卓拔剑的后果，最后只能让管家爷爷安排恩卓住进酒店的豪华套间。爷爷还给了恩卓名片，让恩卓有事随时联系他。一旁的德华实在想不出恩卓有啥特别，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而已。爷爷居然说他掌握着重要的东西，德华要是照顾不周，依然拿不到自己的信用卡。德华去找他鬼叔告状，可鬼怪和地狱使者最近都为情所困，出现了强烈的抑郁倾向，突然变身购物狂，突然食欲不振，突然精神崩溃，以及突然过度自信。德华无语，只能听命送恩卓上学。恩卓坐的豪车，上面还有个帅气的欧巴，引得同学们议论纷纷。听到同学们叫恩卓的名字，德华才想到恩卓是谁，他不就是鬼叔让自己调查的那个姑娘吗？19岁高中生少女竟是鬼怪新娘，这是什么言情小说的情节？德华想向阿史咨询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可阿史也沉浸在相思病里。几天过去，森尼心里总惦记着阿史，而阿史走在大街上，满大街的女人看谁都像森尼。别着急，你俩就快再续前缘了。恩卓想不通阿鬼为啥不肯见他，只能在阿鬼家门口默默等待。阿鬼的确有事不在，他在阿史的中转站见到了自己曾经帮助的少年。在阿鬼帮助过的数千人中，少年是少有的不再寄希望于鬼怪，靠自己努力走到最后的人。
少年当年没在考卷上填上鬼怪告诉他的正确答案，而是按自己的能力该拿多少分就拿多少分。后来少年一生勤奋，成为律师以后，不断帮助弱势群体，令阿鬼非常欣慰。少年感激阿鬼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，阿鬼却笑着否认，他只是给少年指明了方向，真正帮助了少年的其实是少年自己。离开中场站时，少年已是满头白发，他得以善终，即将去往天堂。另一边，恩卓吹灭蜡烛召唤阿鬼，阿鬼见到恩卓情绪激动，一激动就喝多了，迷迷糊糊的陪恩卓散步。恩卓问阿鬼他能不能和别人约会，阿鬼怎么可能同意？恩卓怒怼阿鬼双标，鬼怪活了好几百年，不可能只有一个新娘，凭啥不让他找男朋友？阿鬼喝多了瞎说大实话，他告诉恩卓只有鬼怪新娘能拔出胸口的剑，恩卓便和阿鬼约定在出血时替他拔剑，至于拔剑的后果，鬼怪没有明说。阿鬼和恩卓关系缓和，心里美滋滋，搞得深秋满城桃花盛开。德华赶紧带鬼叔去喝醒酒汤，鬼怪这才想起他一个不小心把拔剑的事告诉了恩卓，这可咋办？不会真要死在出血那天吧？恩卓在学校期间，同学胖妹又来找恩卓麻烦，好在鬼魂四人组偷偷在胖妹手里塞了根烟，让胖妹被班主任好好收拾了一顿。放学后，四人组围着恩卓叽叽喳喳，阿鬼在此时潇洒登场，他想弥补昨晚的过失，要带恩卓去加拿大玩。恩卓不像第一次那么兴奋，他更好奇阿鬼胸膛为什么插着剑，他的真实年龄到底有多大？当听到939岁时，恩卓感慨能长生不老真好，如果有阿鬼陪在身边，他也愿意长久的活下去。阿鬼劝劝恩卓还是别当鬼怪新娘。恩卓受够了阿鬼的拒绝，他现在就要看看拔出剑来鬼怪会变成什么鬼德行。这玩意儿哪能随便拔？阿鬼瞬间转移，闯得恩卓团团转。恩卓无奈，为啥鬼怪会各种法术，鬼怪新娘啥也不会？他也要做点鬼怪做不到的事。恩卓留给阿鬼一本诗集，让他就在此地不要走动，自己来了酒店偷偷写信。他有些话需要通过这种形式传达，大家可以猜一猜，恩卓要把信寄给谁呢？阿鬼望着了却一桩心事从远处跑来的恩卓，他好像重新找回了心动的感觉。阿鬼现在的心情就像一首诗。 심장이 하늘에서 땅까지 아찔한 진자 운동을 계속하였다. 첫사랑이었다. 鬼怪前4集的内容就到这里。重新回顾当年的场景，大家是不是和阿鬼一样心动？看过鬼怪的小伙伴都知道，这又是一个与前世今生、阴阳轮回有关的故事。可鬼怪却是同类作品中最特别的。本剧之所以能红极一时，设定、剧本、演员缺一不可。鬼怪把浪漫发挥到极致，而鬼怪一家的欢乐日常也为我们的表情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不过除了恋爱之外，我认为这部剧也在构建自己的世界观，一边以神为权力巅峰，让人们祈祷许愿，一边又运行着因果循环、报应不爽的准则。在后续的剧情里，几乎每一个角色都能找到前世与今生的对比，同时编剧也在一个个不起眼的配角上点缀了小而温暖的情节。比如阿鬼救助的少年，长大后作为律师，一直在帮助别人；比如医生死了，却还在为患者获救而庆幸。这些额外的元素也增加了这部剧的温度，这大概就是鬼怪好看耐看的原因。说到这里，咱们看看本期视频留下的悬念：安卓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鬼怪拔剑？地狱使者和森里究竟有怎样的缘分？大家的前世今生又有什么关联？这部剧还是推荐大家入坑看原剧的。鬼怪的老粉们也别忘了把这些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小伙伴入坑。咱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拜了个拜。